刚才有寄来一个即时的新闻，英国的《卫报》（Guardian） 独家的报道。那英国的国会有一个台英跨党派小组，要邀请蔡英文前总统去英国国会，也就到英国去访问，因为蔡英文要去这个月又要去这个捷克、法国跟比利时3个国家，要在捷克要做演讲。那结果呢？英国的《卫报》报道，英国的外交部要求蔡英文延后访问英国，以免在他的外交部长在下个礼拜要去北京。现在英国的工党上来采取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务实的，有点像澳洲的工党了。来，我们看接下来就在整个中东地区了，真主党现在开始开枪以色列，那对于以色列事情说，你要离开在以色列北部的驻台区军事据点，因为他们现在要回这个准备要报复了。以色列3分钟之内约有将近80枚的真主党的飞弹，射向以色列。我想这个现在这个射飞弹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呢，以色列现在除了在针对这个黎巴嫩南部的地面部队进去之外，也在大量的轰炸贝鲁特。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侦察机在贝鲁特的这个黎巴嫩首都的上空持续的飞行，那也不断的在进行低空的这个飞行，要准备要做轰炸。国防军第205预备装甲旅已经进入到黎巴嫩的南部。那最关键这一阵子在这几天在讲的新闻就是，不知道是他刻意的还是误炸的，他已经针对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开火，而造成在这个防哨上面2个维和部队的士兵受伤。各国就算是德国、法国、中国大陆、以色列、俄罗斯都严厉谴责以色列，你怎么可以对联合国这个就是开火？而且显然大概是有意要把联合国的部队给吓走。吓走之后呢，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是这样子吗？因为联合国部队叫做维和部队。维和部队的一个前提就是，一旦在战场上，在这个场地、这个现场有危及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生命跟安全的时候呢，他必须第一时间就撤走，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不是在打仗，是在维和的哈。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用意哈。那因此你就看到，就是这个各国谴责，不是构成战争罪吗？黎巴嫩也在谴责，然后呢，意大利也在谴责，西班牙也在谴责，马克宏也在谴责。都在谴责，然后尼加拉瓜更进一步认为以色列实施的是种族灭绝。到今天为止，加沙站地区已经死亡超过42600人，而其中有16500人是儿童。那尼加拉瓜今天宣布这样的一个动作，同时呢，也受到联合部队正在调查。那你看到以军在调查这个事情，说，联合国维和部队可能是在以军跟真主党发生冲突南部当中无意间受伤。那你这个摩萨德这么厉害，怎么会突然这个事情会变成无意间受伤呢？那《华尔街日报》也说，伊朗现在开始在警告美国的盟友，就是在中东地区那些逊尼派的这些国家，包含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沙烏地这个阿联酋等等之类，就是不要帮助以色列，否则你就是下一个。他大概指的是4月份的时候，伊朗发射飞弹的时候，约旦帮助以色列在做飞弹的拦截。那同时你看到中沙俄伊，是不是要联手对内塔尼亚胡要出手了呢？这个标题还蛮耸动的，也就是担心伊朗的石油设施遭受到以色列的轰炸。以色列在上个礼拜5的晚上，他的战时内阁3个人已经开会决定，要不要对伊朗开始采取报复攻击。在前一天有跟拜登打电话，那我觉得那个态势看起来，大概就是准备要去做报复。当然，现在比较担心说他会不会炸石油设施，甚至核设施，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当普京第一次跟这个伊朗的新总统一起会面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跟伊朗的关系是我们优先事项，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合作。那新总统呢，佩泽西奇扬，蛮难念的，这个说我们的立场相似，中东急剧困难，美国和欧洲不希望局势平静下来，
各位，这个新总统其实是比较温和派啊，他比较希望重视经济发展。结果他现在看到这一政治发展，他说的这句话：美国和欧洲不希望中东的局势、伊朗的局势平静下来啊，这是他的这个评论。所以你现在看到以乌之间最近的加强情报方面的合作，因为呢，他认为以色列认为，伊朗有提供武器、飞弹给就是俄罗斯，所以呢，摩萨德给情报，让乌克兰可以轰掉这个伊朗所运送给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跟无人机。那其实基本上，欧盟会不会对伊朗向俄罗斯转让人道个人进一步扩大制裁呢？那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就说，新的制裁措施和美国能够达成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能源贸易。美国其实除了制裁大概没什么其他的招好用的，因为他也挡不住以色列要进一步开始对伊朗做进一步的攻击。韩冰，我觉得中东现在的情况当然非常糟糕。那以色列虽然声称说可能是不小心那个刚好我们在跟真主党作战的时候，那个榴弹可能打到，根本就不是好吗？当然不是，那个摆明就是针对这个维和部队打过去。他一开始还打比较远，一开始隔700多公尺，是隔700多公尺的时候，他发觉那个维和部队没走，他就干脆直接往那边炸。对，就这么简单而已。那个目的在干什么？就是要把维和部队逼走。那逼走维和部队要干什么？就是让你们看不到我真正在做什么事情。目的就是这样的。他准备做什么？其实他就准备把他在加萨走廊做的那些事，在黎巴嫩南部再做一次。对，就是这样。因为你看，以色列向来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像以前有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还会说我要精准打击，看看到底是比如说哈马斯或者说真主党重要设施在什么地方，我才针对这个地方攻击。以色列没在管，他反正打所有的地方都告诉你那里有真主党，就这样就好了。对，反正都被炸得稀巴烂，谁知道里头有什么东西？他就是这样，为了他自己作战方便，所以联合国部队显然是碍眼，他必须要把他弄走。可是联合国部队现在讲得很硬，我告诉你，他一定会退，因为向来都是这样。因为这是他的这个标准的作业程序。是因为很简单，他不是真正的做战斗部队，他不是在战斗部队。对，所以当他如果真的遭受到安危的时候，他们也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啊。是啊，而且他来自不同国家。是，对。那谁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不会这样。所以我认为大概再坚持一下，他们就会走。他武力也不足以，甚至不足以自卫。他也挡不住以色列了。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毕竟是来维和。所以这么多国家骂也没有什么用。这些国家都出张嘴啊。对啊，你看马克宏其实骂了好几次啊，请问一下骂了半天，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他说武器禁运呢，不要给以色列武器。那美国就是给他，请问一下，你敢去骂美国吗？这一年来给了180亿美元。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好讲的嘛。这些西方国家每一次都讲的人道人权，讲的跟真的一样，真的要你做的时候，谁做了？碰到以色列就转弯。对啊，大家都出张嘴而已啊。所以以色列今天在中东是无人能挡，他告诉你干嘛就干嘛，因为美国帮他撑腰。就是这样，美国嘴巴上讲说要克制要控制哪有？纳坦雅胡做什么，你们还不是就负责帮他擦屁股？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现在已经被人家辖制住了。那伊朗当然呛得很大声，说谁帮他我就打谁。那问题是，我老实说了，伊朗这个总统刚老师已经说了。伊朗这个总统其实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他他希望伊朗发展经济，大家坐下来谈。结果好不容易上来这样一个人，你硬要把他跟伊朗之间关系搞坏，你逼着他跟你对抗，对，那这样对整个中东哪有什么好处？没错，来，李将军，我先介绍一下维和部队，这是联合国这个1701号议案会议决议的，在2006年派出去的维和部队。总共有多少人呢？总共有15000人，那有50个国家参与这个维和部队，人数不少。维和部队很容易辨识，它是维和的，所以它不是战斗部队。它带的钢盔是白色的钢盔，它所有车辆都漆成白色，蓝色钢盔蓝色钢盔，车子是白色，对。但是它所有据点都建立在明显的地方。因为我是维和部队，我要让你看得到我在这边，避免误击。那我们看一下它维和部队的地区在什么地方这边有一条河叫利塔尼河，是北边南边这条就是当初他们称之为蓝线，那中间这一块就是维和部队在这个地方的隔离区。那现在图片上面
显示橘色的是什么呢？是这次以色列下令要黎巴嫩的居民撤离的区块，这些区块就是他准备说你们要离开，几乎全部了嘛，几乎全部了，几乎在这个。那为什么这个维和部队会在这块区域？这块区域长大概30公里，也就是说，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炮射程之外，可以确保以色列北部的安全。那住在这边，那我请各位注意一下，你看这个维和部队它的据点黑色的很明显的，它就沿着这条线来这个边界线，所谓蓝线来部署它的兵力。据点盖这边盖得很高，让你看得到。对。可是平常讲，这几年下来，维和部队有没有发挥功能？没有，因为真主党照样进去，照样在这边活动，然后照样在这边发射火炮。那以色列当然生气了。你维和部队这个双方来讲，不管以色列或真主党都没有遵守当初的维和的这个规定。那这次来讲，这个发生以色列攻击的地方是哪里？是这3个据点被攻击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据点。这个据点被包围，他没有攻击，他被包围，距离只有几公尺的，60公尺，把他包围住了。那很明显的就是叫维和部队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到时候我开打的时候，你蹲在你的碉堡里面，蹲在你的阵地里面，那我部队开进去，你不要多管。那这几枪几炮是在那个，那为什么一定要警告维和部队？我给各位再看一张，我找到这个所谓，这个地点是这个地方的相片就是这为什么这边特别注明联合国部队驻黎巴嫩的这个岗哨的位置？它这地形长什么样子？地形长这个样子，这很有趣的一个地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在这边，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我问一下，大家认为说是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是站在山头那边，还是在谷地这边？我想他联合国部队是在山地这边，是高山的位置对，那以色列部队是在这个比较低矮的洼地的部分，对，所以以色列来讲，如果就地形来讲的话，它是居在下面。那联合国，我既然是维和，我一定要站在高处嘛，所以当初他建立在高地那边建了一些很明显的这种阵地在那个地方。是，那以色列如果说要进入黎巴嫩来讲的话，他一定要先打下这个高地，他部队才可以推进去。所以他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先去这个攻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就是说我警告你。我也会真的打。如果说你出来管事的话，那如果说我开始大军开进去的话，你就躲在你的碉堡里面。所以我们看出来，从以色列攻击维和部队，当然引起各国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反弹了。对，但是也看出来以色列一是下了死决心，一定会进入黎巴嫩。以色列为什么这个地方在黎南地区为什么会有维和部队啊？因为以色列1982年到2000年之间是占领整个黎南，后来在协调之下，从2000年撤军。所以才会有维和部队进来，也就是说，这是以色列跟当初的真主党都要求，等于说在这个中间呢做一个维和，那双方就不会再去侵犯攻击彼此。但到2017年的时候，以色列一样去打这个真主党，就打了大概有1个多月，死了非常多人。所以维和部队在那边也都是小心翼翼，虽然有15000部队但是事实上反而变成新的被以色列攻击的标的啊。大中对，因为尤其是从去年到现在其实以色列跟联合国关系是非常紧张。对，那的确没错，因为这 UNIFIL 它的最早任务授权是在1978，然后从1982年之后，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然后到2000年以色列部队撤出，06年又进去一次，所以它任务授权2次的改变。对，从最早就是监视边界区所以后来06年之后的蓝线，到去年这个冲突变严峻之后，以色列跟黎巴嫩，所以这支维和部队有多一些的巡守。那这个区域里面有点像是安全缓冲区。对，那大概有1000平方公里多一些，就像刚刚将军所讲，维和部队它占据重要的一些据点做观测。但老实说，在9月30号的时候，第一次以色列公开讲，他说希望维和部队走。那也很有趣呢 ，UNIFIL 这支部队是自己发新闻稿说，我们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案，安理会决议而存在。我们会坚守阵地，我们不会走，除非安理会叫我们走。对，其实有任务授权，但是如果真的很险峻的话，就像主持人所说，我认为安理会会让他们暂时撤离，因为要保护这1万多人的安全。但为什么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么的出来抨击以色列？因为
刚讲这支部队哈，包括军人还有一般文人、观察员，但1万多人，他的50个国家就来自于这些国家。那前10大的兵员贡献国就有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当然还有包括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还有尼泊尔，包括中国大陆都有几百名维和部队在这个编制当中。对，所以他们一定会出来讲话。但老实说，因为我们仔细看，因为以色列在10月初的时候，还对联合国秘书长把他视为是不受欢迎人物，不准你来我们以色列的领土。对，其实我觉得秘书长其实也有点怎么说，为他抱屈了，因为这很多事情不是他所能管的。对，他也说他谴责过。对，但是因为这是大国政治，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就是一个组织的 CEO， 他后面有很多的公公婆婆，美国当然也是一个。那第二个我很简单讲啊，就是现在大家在等待的还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因为前几天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正在7个战线上跟战斗保卫家园，对，但里面最重要的其实伊朗啊，关键还是伊朗的。伊朗、哈马斯跟真主党，那伊朗是真正的一个大国家。那以色列打击，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核设施，美国说不行。那石油这个出口的这个设施是所谓的这个哈格岛，那拜登的态度是比较暧昧，所以不可能，因为哈格岛很重要，因为伊朗90%的原油是放在这岛上出去的。是。那而且伊朗又地控荷姆兹海峡，所以只要打，一定会进一步的引发油价，所以对美国来说都不见得是有利的事情。我觉得以色列其实现在攻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就是表示他会进一步的开始对整个黎南地区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为维和部队刚才立当军讲了，他占领的是比较的战略高地啊，所以他需要控制这些地方，才能够进一步整个扩大他的掌控。这个大家可以从这边测试到他接下来的战略了。我们休息一下。各位好，我是杨永明。有人看到我这边挂了一个这个，倒不是因为配合我的领带的颜色哈。而是这个是叫做乳癌防治宣导，这是个全球性的运动。今年的10月份是一整个月，叫做 Pink Power， 也就是希望就是40岁以上的妇女，尤其是家族史有乳癌的这个妇女朋友们，能够至少2年做一次 X 光的检验。那这样子一个推广的运动。我们来看现在中欧之间的关系，哇，现在因为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关税。5个国家支持，然后呢10个国家这个12个国家弃权，那10个国家支持，5个国家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即将要开始采取高关税，从10%再加17%到36%，所以会来到了27%到46、47左右这个关税。那现在还在谈，所以你看李强跟这个欧盟的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另外有一个叫做执委会的主席，那就是冯德莱恩。那他们2个见面的时候呢，就谈到了，就是说中国这个希望说欧盟能够去调整这个关税的策略，但是米歇尔怎么说？中国必须调整其行为，以解决跟欧洲不断升级的关税争端，并警告这个争端有升级为全面贸易战的危险。所以不是只有电动车哦。还有别的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开始采取针对法国的白兰地的报复，也就是要增加大概35%的这个关税嘛，或者是叫保证金。那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个会长已经就是说，这个中欧贸易战大概已经是不可避免。所以呢，王毅也跟法国总统，因为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法国、意大利、波兰这几个大的人口比较多的这个国家是赞成的，因为这几个国家这个车子做的不怎么样，在中国没什么市场，所以当然就不希望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进入到欧洲的市场。然后呢，我必须要讲，其实大概也是针对德国的汽车在这边落井下石。王毅说，希望法方能够积极的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贸易。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已经最后的努力了啦，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效益。那然后呢，现在反而是西方，你看，这是《经济学人》。中国正在书写世界的技术规则。过去西方长期主导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所以叫做中国标准。
那现在中国后来居上，在这一领域里面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引发了西方跟中国的标准之争。标准之争。那他一个智库说，西方为了和中国竞争，放弃了自下而上以市场为基础制定的技术标准的承诺，在很多方面，中国正迫使西方按其规则行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中国越来越多的研究的技术、IP、专利，然后呢，市场、产品、供应链，就整个整合在一起。所以呢，在上一次欧盟自己的一个高层会议当中，在这个会议当中，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他就说，欧盟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加税是对自己的脚砸石头。那欧洲的汽车的行业将大出血，引发工作岗位的流失，都有好多的这些相关的数据。那我们先来看，比亚迪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中国的汽车里面是发展最快的哈。那你现在看到它9月份的产量已经达到40万辆的这个情况，而销售量为41万辆，所以已经就是销售都要赶上它的这个产量了，所以哪有什么产能过剩这问题？没有产能过剩呢，对不对？所以已经表示中国的行业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未来市场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跟品牌实力。一样，这个 Bloomberg 他自己的一个报道也说，比亚迪在德国推出的首款电动车的价格，或者是不低于25000块欧元，这已经不是在卖低价的产品，而是有竞争力，而且有一定价格的这个产品了。那这位分析员说，欧洲汽车制造商不具竞争力，缺乏真正的确定一致的电动汽车的这个政策，然后呢，使得整个饱和高度竞争的市场，让中国汽车制造商变得非常有竞争力。那比亚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好有趣味啊！各位，你看，比亚迪说：“列强开门，自由贸易了哈，不是芝麻开门。”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像过去西方的炮舰外交，把西方的这个门给打开了。那西方呢开始建构他们的这个关税的壁垒，但是有用吗？还是只是逃避一时？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在金砖这个规模要扩大，金砖组织马上要在这个月10月的23号左右开会。目前是10个国家10个成员，本来5个，后来加了6个，但是阿根廷退出，总共有10个。另外5个大概都是中东国家的产油国为主，除了非洲的这个伊索比亚之外。然后呢，现在已经另外有30个国家申请加入，这光是在亚洲就有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土耳其都说要加入，在中东还有叙利亚。那他们现在要建构一个新的这个支付系统啊，这个是上一次高峰会的时候谈到说，今年的高峰会要决定新的这个支付系统，以新的技术，所以大概不会用哪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是人民币作为一个这个支付的标准，而是可能用新的这些区块链呐，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数位货币，所以正在努力开发新的支付系统，希望绕过政治化的西方的这个平台。那在同时这个会议当中，就是金砖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当中呢，他们找了就是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非常有名的Jeffrey Sachs 萨克斯教授来做演讲。他就说，他一直以来就希望美国不要把美元变成一种政治工具，那个反而会对美元的威信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一旦把美元武器化，大家就会对美元失去信心，而美元支付系统的这个替代方案就会出来，所以他希望美国能够恢复理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所提的这个警讯就开始，现在你看到不断的往前推进。来，韩冰，我觉得现在当然就是电动车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加关税的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大陆也开始反制，包括反制乳制品啊，反制这些其他相关农产品啊、酒啊，全部都反制。那欧洲这边当然跳脚，那可是欧洲现在，我觉得他在当初制定这个策略之前，你没有想过大陆会有反制措施吗？你应该都早就该想到了。对啊。然后结果我觉得欧洲最好笑的就是，第一个他现在在警告可能会发生贸易战，第二个他说要去 WTO 控诉，我就觉得最好笑的就是这一点，是你先加关税的，是啊，你违反了 WTO 的基本原则，谁应该去告啊？对啊，所以人家没告你，你还2人先告状要告，那你告了会有用吗？不会啊。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这样玩的话，到最后 WTO 就是名存实亡。对啊，因为美国现在也不太甩 WTO，也是自己高兴干嘛就干嘛。那现在是谁在破坏整个世界贸易的机制？是美国跟欧洲，是这样子啊，非常明显啊，没错。大陆按照你们的游戏规则玩，完了之后你们现在玩不过人家，现在告诉我说我不玩了，对，就这样子。所以这不是很好笑吗？这要自打嘴巴嘛。对。所以今天问题的症结在什么东西？我觉得并不是中国大陆不愿意让步。你看他说我已经愿意提高我们车子售价，对，你也不用征关税，我直接提高售价，我们大家来竞争嘛。对，他不要，为什么？因为就算大陆提高了售价，提高到$25,000欧元，他还是做不出来，因为他的车最便宜都要3万多欧元，对，就是他的车缺乏竞争力嘛。所以照理来说，以这样的状况下，因为他现在在电动车上是在技术力跟整个价钱上面、成本上面有很明显的输给中国大陆，所以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对，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你让中国大陆去欧洲投资设厂嘛，大家一起合作不就解决了吗？你又不要，那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呢？他们现在要去匈牙利。对啊，我觉得他们现在连匈牙利愿意跟中国大陆合作，他们都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欧洲这样是死结，到最后欧洲只有自己越来越弱化而已。对，欧洲自己还规定，本来是说2035年就不能再做内燃这个汽车，那现在把这个都给改掉了哈。来，我们接下来请大中。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因为欧盟对于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调查是启动于去年10月，对，它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包括一些谈判、一些磋商，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本来一个是暂时性的措施在7月启动，但大家都知道，真正最后的这个决胜的关头、谈判关头还是在10月，从9月底一直拖到现在。对，那即便是10月这个3号做了一个表决，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其实就只有5国反对。包括影响最大、受害最深就是德国。德国最强力反对，宝马、这个 BMW， 还有所谓的福斯，还有包括德国的这个相关的工会都出来讲话，更不用说肖兹自己，还有他的内阁官员都出来讲说，希望能够缓。但我觉得现在大概几率不大，因为中国大陆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准备跟因应，对，包括王文涛之前的一些磋商，包括前几天还在磋商，但看起来我觉得欧盟的策略带是有一点是一开始想要以战逼和，是看你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一些条件给我接受，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就是刚刚讲，中国大陆这一般也在预期当中，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我自己设定最低的这个汽车销售的价格，是按照我不同的汽车的性能、电池的性能，3万欧元，但欧盟反对。那第二条路就是像刚才韩冰兄所提的比如说允许中国大陆在欧盟境内投资设厂，或是在过渡期间设定一些进口配额，但这些我觉得欧盟最后也未必答应，未必会答应。对，所以很麻烦。但是一般有这个估算了，各国的一些智库研究机构说，其实中国大陆是了然于胸，你就是会对我寄出所谓的惩罚性关税。错。倾销关税，对，但而且我基本上我也有一些抵抗能力的，对，他们有做一些数据的运算就是说，假设这个关税加增的在20、30、35，我还能接受，我还是有利可图的，是，真正让我可能丧失竞争优势，中国大陆电动车在欧洲应该是要到45到55之间，是，这时候中国大陆就比较困难，但重点是没错。问题是在欧洲自己，它目前的整个竞争优势，包括电动车的转型，整个企业的转型。包括它的售价，包括电池，包括它的电动窗相关一些配套设施，还没有办法去支持它2035年达成说把燃油汽车淘汰。所以这个是自己要加油的地方。是我跟各位讲我觉得我看穿了，因为冯德莱恩全力的推动这个东西，因为就是美国要是啊，就是欧洲不可以让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入到欧洲，因为什么？去年中国大陆出口120万电动车。有1/3，43万辆是去欧洲，那很大的量啊。但你不要忘记2/3是到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所以我觉得大陆其实也不怕。当然，那个40几%的那个是上汽所生产的，像比亚迪就没有那么贵，所以还是有竞争力。来，将军，我觉得这金砖国家为什么这个全世界很多国家现在都急着排队要参加其实金砖国家讲明了。它就是一些新兴国家，也就是说它是资源比较多的国家，对。可是它资源很多都是还未开发出来的，是。那所以说金砖国家讲出来是对抗 G7， 很明显的，这讲白了就是这样。他们称G7叫什么？叫做黄金10亿，也就是说 G7的国家大概有10亿人口，那全世界
通常这10亿人口来讲的话，这 G7 的国家大概搜刮享用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资源。那金砖国家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家资源都被你美国或者你 G7 国家这些已开发国家所搜刮？那美国用什么方式呢？很明显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用美金嘛，美军潮汐这个涨潮或者是降息，然后来收割这些国家。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现在最惨的叫阿根廷这个国家，它资源虽然很丰富，可是因为美元的这个升息、暴力升息，让它所有资产全部流到美国去了，那它的货币就贬值到不值钱。这时候美国来说，好，我救你，我来帮你，怎么样救你？我来收买你的资产，对，把你的资产、把你的企业、把你的这个房地产全部买走了，然后等到买走的时候，这个我再来美元再开始来做降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一个情势哦，因为以色列呢在黎巴嫩袭击的时候引发的风暴，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说，在礼拜六庆祝犹太历中最神圣的一天的赎罪日哦，国际社会呢对在黎巴嫩的军事进攻，还有士兵呢，还有向维和人员开枪的批评，现在如潮水般的涌来哦。那我们现在看哦，再传出2名的这个斯里兰卡的蓝灰军受伤，那现在还包括了2名的印尼士兵也在战车的炮火中被击中而受伤。那现在包括不好意思，法国、意大利跟西班牙这3国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来袭击联黎部队。那法国呢，他就说这个就联黎部队哦，以军袭击来召见以色列大使马克龙说他不会容忍，但以色列说哎呀，我们不是故意的，不是非针对性的这个方式来针对这个联黎部队。那西班牙怎么说呢？西班牙首相呢，他敦促国际社会应该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这样的情形。那现在包括了这个痛批以色列在中东是在做种族毁灭。尼加拉瓜呢宣布要跟这个以色列做断交，他甚至说呢，现在包括像种族灭绝的侵略行为，将延烧到黎巴嫩，甚至严重威胁到叙利亚、也门还有伊朗的一个情况。那美国的态度到底如何呢？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嘛。美国现在表态是不是没有效了？拜登终于以军袭击这个联黎部队的表态，他只说2句话，他说绝对跟肯定，但没有做出任何的谴责啊。大家想说，拜登到底在说些什么？那美国实际上的行动呢，可能只有通了这个电话。美以防长呢通了电话，美国敦促以色列应该确保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安全。你应该确保像这样的安全。那现在真主党呢对以色列的人示警了，说你们赶快远离北部的住宅区跟军事据点，因为可能要进行一些可能战争的情况。那现在包括他一讲完之后呢，的确像包括像海法啦，或是像阿卡这些等地也发生像类似的这样的情形。那以军呢称3分钟约80枚的火箭弹从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哇，这个看出来，光看这个照片，烟硝味非常的浓厚。那像伊朗也警告说，如果以色列袭击核设施的话，或是改变核政策的话，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那伊朗呢，现在呢核武开战，美国会先制裁吗？因为美国现在要扩大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范围哦，受到制裁的实体呢，包括对华的运输石油船舰。那这样的情况呢，包括17艘的船只、10个实体，以及包括像中国运输石油的船舰。那现在大家说，美国是不是害怕以色列来打伊朗的油田，所以先下手制裁？那伊朗现在同时在做个动作，就是他找了中国、找了俄罗斯，是不是要做些调停的一个情况呢？普京会见了伊朗的新总统，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合作。那伊朗总统呢，他将在本月也要出访俄罗斯，出席新一代的金砖峰会，期间呢也将跟普京展开会谈。那现在有独家报道指出，说俄罗斯跟中国官员秘密访问伊朗，来缓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伊朗媒体独家报道，俄罗斯跟中国政府的官员最近多次在这个前往德黑兰，在以色列跟伊斯兰共和国之间进行调解，而这些行程呢是没有公开的，是伊朗的外交消息人士说，这些东西都目前没有公开。那现在也有美国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冷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形。好，话回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现在的以黎冲突情况？这个以色列打加沙比较像是关门打狗啦，可是打黎巴嫩就不一样了。他非常小心说他是在打黎巴嫩真主党，可是毕竟你是在打黎巴嫩的领土啊，
那你要知道，黎巴嫩它以前的殖民母国就是法国，那法国一直跟黎巴嫩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这次真的会惹到法国会出来做一些事情。是啊，事实上，法国跟意大利他们本来就比较联动啊，他就陆续宣布号召全世界不要卖武器给以色列。这个我认为未来如果以色列真的打到那个阿瓦利河以北啊，我甚至认为法国会派军队过来。是，所以目前大概是这样啦，就是以色列他现在划定的目标是那个利塔尼河嘛，那利塔尼河大概就是距离那个蓝色界限那个边境30公里左右，那再往上就是那个阿瓦利河，那个就已经50-60公里了，那再上去就是贝鲁特，是，所以以色列要自我节制啦。可是坦白讲，他打利塔尼河问题也非常大啊，因为这条河供应了黎巴嫩1/5的水。坦白讲啊，以色列是一个，它那块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干燥，它的水源大概有1半以上都是来自他抢到的土地啊，是比如说约旦河西岸啊，或者是那个戈兰高地啦，还有黎巴嫩南部，是，这些都是有水的地方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可能还要抢更多水，他不只是要打个缓冲区啦，也希望把那个河流那个下游的水据为己有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抢水源了，因为你这样就不是在打真主党啊，你在抢黎巴嫩的命脉啊。对，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战争不好打了，因为那个不是平原哦，它从那个贝卡山谷这样一路下来，很多都是丘陵地，是，所以我认为会有蛮多他意想不到的状况啊。那以色列事实上现在还在做另外一件事，他现在要求那个加萨北部的人要整个撤走啊，他现在要清空加萨北部啊，那就是也是用一条那个走廊当做界限，是啊，那在里面大概有30万人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啊。他说里面藏着5000个哈马斯，所以他现在下最后通牒啊，说你们通通都给我离开。我坦白说，他也有一个私心啊，因为他要把加沙那个 Gaza City 清空，然后屯垦的人要进来。我跟你讲啊，他根本就是要搞一个新的犹太人的屯垦区啦，然后再弄个缓冲啦。反正他现在就喊了一个话，说加沙北部要完全军事化。那如果你不走，我就把你当作哈马斯，那我不再提供食物的供应，就直接把哈马斯给饿死。他现在想出来的招是这样哦，是，而且已经开始做了哦，他大概1-2个月吧，要求你要离开。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做的事情完全都违反国际法的啦。国际法不可以在人家的土地，这个是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是啊，结果你给人家做清空，这就标准的侵略了。这也是违反国际法。对，那黎巴嫩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你说你在打真主党，那你明明就打到人家啊，这首都都被你打了，是啊，那天就昨天嘛，就直接炸贝鲁特，对，22个人死亡，我就看到还是运出很多小朋友啊，他根本就不管你了。我跟你讲，这个我觉得有点欺人太甚了，是，所以他这次真的会惹毛法国了，因为法国不可能跟美国是同一种立场啊，对，那他跟黎巴嫩是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再观察一下啦，搞不好法国会介入。是，好，请教帅将军怎么看呢？首先，昨天就算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对啊。今天我讲良心话，以色列现在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种族灭绝，他的这个赎罪日应该1年365天，天天要搞了。犯的罪行太大。因为从2次大战到现在以来，从来没有看过以色列这个战争里面，它的火器、飞弹、炸弹是指向平民。以前战争至少大家还维持一个起码的道德观念，打军事设施啊什么之类的。对呀，你看红十字会上面要写个红字，对，教堂、这个学校、医院都不能打，这是
国际上大家不管是国际公法也好，大家军队都遵守的一个，它完全破坏。是，所以你想把加沙走廊北边换掉，便利屯垦区，我告诉你，我们台湾老百姓很少知道屯垦区的恶行。以色列为了扩张势力，就鼓励老百姓去屯垦。对，屯垦的时候带着枪支去的，把这个土耳其伞的这个老百姓人家种的地抢过来，变成他屯垦区，还枪杀人家当地的居民，就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你看伊朗的反应说，我现在还只打你军事基地哦，我要打屯垦区的话，他不是这次战争发生的时候，以色列撤走了10万个屯垦区的居民嘛？你回来试试看，对不对？所以伊朗还在遵守说，我不打你的都市，我只打军事设施。反衬出来以色列现在的暴行呢，全世界没办法忍受。好，再谈维和部队，维和部队只是联合国的一个象征，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战力的一个军事部队。所以维和部队的驻扎地区只是说庇护难民啦，保护这个难民啦，保护基本人权啦，供水啊、供粮啊这些事情。但是以色列的军队居然不顾这个天条，居然去打人家一个哨所，这就引起全世界的公愤了。因为每个国家50个国家派部队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防线。对，防线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作为我防卫的地区，你过来我就跟你交战，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区域。那以色列去冒犯这个，我想引起的公愤不会小。所以刚刚亮哥讲的，法国可能会介入就是调换我的这个维和部队，变成正式的武装部队。你要来你就试试看。好像有一个印尼人被打对伤了。对，印尼还有这个爱尔兰2个。对，所以这个问题已经犯了众怒啊。那今天这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伊朗到现在我看起来是蛮节制的，前一阵子还有人骂他怂了什么的。但是伊朗是被制裁的很惨的一个国家，对，他的收入就是把石油卖给中国，所以说现在美国又想封锁伊朗的这个石油，这个就引起所有产油国的一个忧虑，因为这个会破坏国际的油价，是破坏油价以后，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就会起来，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像世界大战的前面的一个前戏了。哦，你看战场的火头2个没有灭。菲律宾跟这个台湾这边又有2个火头隐隐待发，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好现象。是，已经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来晒，把自己的核子武器拿出来晒一晒啊。俄罗斯讲我有1500个准备好了，中国大陆说我有超音速了，我可以秀军力了啊，都在。你以前只是秀飞机啊、航母啊，现在连核子武器都拿出来晒啊，不是好现象啊，这个。因为狗急跳墙，没错。俄罗斯说这到最后我的战术性核武，而且它已经有1500发完成战备。我跟你讲，美国的数量啊，我跟台湾老百姓讲，大家都只有个泛的观念，美国有5、6千发，俄罗斯有5、6千发，中国大陆有400发，比起来很少。但是美国的5、6千发里面是当年的义勇兵，现在叫民兵，已经60、70岁了。能够用的有多少？上次他试射几个民兵的飞弹都失败了，所以问题，核子战争、核子道德勒索，不再是你弹头的数量多少，而是你的载具能够突破人家的防空拦截就厉害。现在俄罗斯也有超高音速的，中国大陆也有，而且超高音速飞弹里面，中国大陆的性能最好，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核子平衡。是，好，请教吴教授。我们常讲这个民主国家，他们应该是主张反战哈，用非暴力的行为哈。那美国一直讲说，我们跟民主国家是 like-minded， 就是同样的概念哈。问题是以色列感觉又不太像，它是民主国家没错，它有符合民主国家的要件啊，政党轮替啊，它有所谓的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资讯透明，它也有过去我们符合民主国家的要件，可是它在这个战争上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讲爱好和平，但是他有他的借口啦。他说我们受到威胁，我们要再打回去。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遇到这个所谓 like-minded 用在以色列上面，造成了许多美国的盟友甚至台湾对以色列，我们感觉讲不出任何话来。是，
我们是不是 like-minded？ 感觉我们无法讲出任何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要讨论这个，跟崔将军讲的是一样，是维和部队。如果以色列也是这种所谓共同意识 like-minded， 怎么会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会打他们呢？当然谁说你们跟他掺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嘛，对不对？来一国就打一个，所以打到维和部队。维和部队其实相当可怜哈。联合国过去为了维持这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他们特别给安理会一个权利，就是宪章39条让安理会决定谁是攻击的发起者。我们讲 aggressor， 你确定谁是有野心的，是破坏区域动荡的。41哈，还有42条，用不同的方法来降低这个冲突，用非武力的，比如说经贸制裁。但是42条发觉，如果没办法能降低安全的时候，他就授予维和部队来做我们讲维持区域稳定。简单讲，维和部队它是一个维持区域稳定，它并不是具有真正执行军事能力的一群人，是他们大概就是做运补粮草啦。甚至我们在讲，我们以前在学维和部队的概念，就是你把两边在打架的人，分开来，这叫 peacekeeping， 对不对？它不是 peace building， 不是建立和平，它是把在打架两个人分开来，好，不要再打了啊。然后呢，你们就开始谈判。很多问题在历史上是维和部队进去之后，对不对？你把两边人拆开来了，他一走了，他们继续打，啊，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最被人家诟病跟疑问的地方。当然，维和部队还有一些被人诟病是很多大国或是甚至区域冲突国家，他不愿意加入维和部队，他不愿意出钱。所以维和部队过去在历史上遇到很多问题是，尤其在2000年以前联合国维和部队遇到很多问题，就是钱不够，人不够，那你怎么样去做维和？所以不管在我们讲的那个卢安达内战卢安达危机，我们有部电影对不对？维和部队感觉很窝囊，这一次以色列这个还打维和部队所以维和部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我现在蛮担心他们维和部队的安全，因为维和部队又有两种，一种叫观察员，是观察，派人去看安不安全；第二种是他们是维和部队过去但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的武器通常不是什么重军力、重装备，顶多就是一把步枪。我看到还有维和部队就是戴个蓝帽子，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装甲车大概是这样子，但他不能参与战斗，他们只把人赶快难民赶快救出来，是大概是做这些工作。那如果未来在这部分我就不再讲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战争，因为讲得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关心的是联合国在这部分能做到的功用，还有维和部队他们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铁路外交现在要贯穿整个东南亚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长三角的高铁再度扩张，安徽宣基高铁今天开通，在昨天就开通了。那全长呢是全线来到115公里设计时速呢来到350公里，可以从这个宣城一路呢往南到了这个基北西站，最快呢39分就可以到达了。那相较于之前的一些普通的一些速度的列车压缩时间压缩掉了1个小时又46分钟，非常的快。那包括深圳呢，今年也有新开了5条的地铁线预计在2026年全市的轨道这个交通网络会达到657.84公里，2030年会来到849公里那长三角的地区这个高铁网的总里程突破了7600公里看得出来是非常厉害的。那现在呢，到了这个外交的情况，现在用高铁来做外交，越南呢现在是不是两面逢源的情形因为中国大陆的总理会见了这个东协的领导人，也推销了高铁。那他们说呢，希望可以在未来的基建可以做些合作，包括铁路、包括港口等等。那中国呢，用铁路呢打通了东南亚，美国远远落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中辽铁路啦、中泰铁路啦，包括了像马东铁路，还有像是这个在越南目前在新建以及通车的东南亚首座的这个高铁。万雅高铁现在呢都变成这个大陆实力高铁外交情形。那现在彭博就报道了，这个由新建的以及这个高铁已经贯穿了整个东南亚的铁路网络，凸显了中国正在用最新的方式巩固在这个地区的地位，而美国还远远落后在后面。因为中国铁路呢现在已经寻求越南在海港跟机场上的合作，希望能够实行。那除了这样情况之外呢，还包括像要签署铁路跟农业的协议呢，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中越的不信任阻碍了铁路的发展呢。其实两国当时并没有正式签下任何的铁路建设合约，但是你看李强呢，
本周末要访问河内，预计要签署新的合议了，包括像刚刚提到的铁路连接、农产品的贸易协议。那现在呢，越南是不是也要见日本？日本的首相石破茂希望日本能够提供越南的高铁政府的这个开发援助，希望能够日本也可以进来。那但是呢，日本可能还要再三思，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的高铁烂尾害日本大吃瘪啊。这个是美国德州的高铁的计划，像烂尾，日本亏大了，亏多少钱？亏了将近800亿的日元啊！这800亿日元呢，其实有400多亿到还没有开工的时候就先亏了。那这个高铁的亏钱是谁买单？当然是日本的全民买单啊！所以像日本的媒体就报道了，日本在海外的高铁竞争上屡试不敌中国。那德州高铁项目有可能让日本扳回一城，但是现在呢？却还是无底坑啊，空空如也啊！所以呢，大家就说，那美国是不是也想要希望能够建高铁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2028要办这个洛杉矶奥运嘛，那现在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2个小时之内，高速列车预计在2028要首次亮相，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呢能够营运，来赶上洛杉矶奥运。现在包括了西门子投资了这个600万美元了，希望能够开设高铁的组装厂，那预计在2026年要开始生产，但是真的来得及通车吗？这是现在各界都打上问号的地方嘛。那现在包括了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的建造高铁计划，也取得进展了，但是境内高铁都还没有建，就巨大的亏损。现在还要讨论美墨的高铁通车，美国的高铁能不能做得成？对比中国大陆，好像真的是远远落后。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洛杉矶连地铁都没有，还想高铁？我跟你讲，那个洛杉矶办奥运最大的麻烦就是没有地铁，是因为洛杉矶没有车，几乎没有办法行动。游客怎么办呢？又大，所以他到时候就要弄一大堆旅巴啊，不然怎么办呢？巴士，洛杉矶塞车很严重。对，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克服交通问题。很塞，洛杉矶现在又对，因为他以前办是1984年，很久以前的，对。对啊，你现在40年前，40年，我难以想象没有地铁的城市办奥运。那除非你不要在市中心，是你在很外围办，郊区嘛，不然你真的会塞死哦。实际上，这次巴黎就是这样啊。可是巴黎有地铁，对，巴黎有地铁了，对不对？所以美国高铁，我看这个就不用讨论了啦，因为加州就试过了嘛。是，你那个到时候要各地方政府都要同意。然后还有环保的评估，还有一些人不同意见，那怎么来得及啊？非常啰嗦了，至少10年跑不掉了。至少我跟你讲，连越南都一样。我跟你讲，那个高铁是这样的，那个当地国的配合程度非常关键。是，那越南，事实上越南就是日本得标的，日本搞了半天，花一大堆钱，那个印度也是日本得标啊，是，到现在都盖不出来啊，因为那个征地。就碰到一些 trouble 嘛，那个印度跟越南政府说这个 trouble 就要算进你的成本啊，那个 trouble 就包括居民的抗议啊，要这个要那个就这一类的嘛，是啊，那因为呢日本基本上高铁都是民营公司嘛，所以你去想为什么中国的高铁比较容易出口啊？我认为跟它是国营事业有很大的关系啊，是因为它要贯彻外交目标。那它有国营的银行支持嘛，所以它就比较撑得下去啦。比如说那个融资，比如说中老铁路上就给你融资融到20年，有政府在背后，对不对？你民营的没有办法融资超过10年啦，是不太可能啦。所以就有回收的问题嘛，而且那个回收都不会看太长，所以你看那个中国大陆也是在看那个日本跟越南的经验。所以他跟他河内那一段那是货运铁路，中国大陆也不敢盖越南的客运铁路，我一讲被吓到了，是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越南当局没有好好改变他的对这个高铁的态度啦，你看在东南亚其他国家都没发生这种事啊，对啊，就特别越南，就越南啊，对不对？人家印尼也弄成了，老挝那现在要盖泰国那一段。然后未来还有到马来西亚这一段，是，那很可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那现在已经没有日本竞争者了，都是中国高铁。我觉得日本大概被吓坏了啦，被吓到了。对，所以你看以前都是他们在争嘛，在东南亚，没错。那你现在看日本都不来了啦，大概吓坏了。
所以我是觉得高铁不只是当地的政府要有配合的意愿，而且要很强大的意愿哦。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融资模式啦，那个一定要有政府支持啦，是，不然民营企业要做非常辛苦了。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的铁路外交？第一个，中国大陆铁路啊，它就是我刚刚讲，任何铁路也好，高铁也好，地铁也好，它有几个特性：投资大，回收慢，是做这个一定亏本啊。第三个，集资很难。你像美国这种是商人出来的话，他一定要算利益在哪里，要获利嘛，获利多少，什么时候才获利？所以这个中国是以国家资本来做外交也好。第二个，做外交我们都不谈哈。中国跟美国的态度有两个不一样。既然做高铁、开运河、做铁路都是亏本生意，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拼命做？开运河，凿这个南水北调，新疆这个涿川天山山脉，搞藏水，这些东西都是亏本的东西，但是它可以促进地区的繁荣。这就是说，国家为整体经济的发展投资下去，美国没有办法。钱是联准会借给他的，入不敷出，然后国防开支跟这个商人不愿意投资，他怎么做？所以只有开空头支票嘛。那日本本来想跟中国竞争，在这边碰到困难，知难而退。所以高铁当然是中国大陆最有利的一个。第一个，投资大，它有国营资本，它不在乎回收时间，它可以融资20年、30年，技术的高。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技术再比它高了。我们可以看在云贵高原了、广西那种崇山峻岭里面，它也做搭高架桥，做突破地障能力很强。它唯一就是说，你当地国越南你配合不配合，你征地的问题解决，我就可以做。问题就在这里。是，所以每一个开发中的国家都要想变成开发国家，基础建设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这些国家里面，国家没那么多资金，也没这个技术，所以这两相对照，中国就变成很有利的一个外交手段。你要来跟我谈，我可以帮你融资，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技术问题，连工人都自己带来，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很有利的。那这个都不重要，这是赚钱。我是最看重的就是说，它能够全国到处开运河，你知道吗？开运河这个好厉害哦！哎，南水北调、藏水、新疆在那调，这些都是几千亿的大投资哎，所以这个跟国父的这个国家建设比那个规模还要宏大，是，所以它的崛起啊是有道理，是国家不惜血本在做这个事，全世界没哪个国家做。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铁路外交，其实跟他们“一带一路”有蛮多的相关性啦。因为我过去也做过一些研究，是研究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 跟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他们接受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是关系。那是比如说以中辽铁路来看好了，辽国我们讲辽国，大陆讲老挝啊。那辽国是东南亚这个我们讲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它没有海港，是啊。那它是倒数第2穷的，它人均 GDP 大概2022年大概就$9000左右，所以非常穷，是我们定义它叫做 LD， 是最低度开发国家，是，所以它非常需要外资跟譬方说，就像“一带一路”的建设。那中辽他们怎么帮忙呢？其实中国很知道的是，辽国需要很多的铁路跟公路帮它往外连接偏乡跟连接其他国家，是因为目前辽国许多的基础建设是在永贞，他们首都是永贞，然后还有在辽国跟泰国的北边有一些公路，但你要连接北辽也好，中辽或南辽基本上它的基础建设很差。如果你没有公路，你没有铁路，你怎么货畅其流，对不对？我们讲货出去人进，人出去货进，货出去人进来，对不对？是根本出不去。如果你没有铁路货出不去，你不能用越南帮你运，你不能用这个其他地方运，它的经济是起不来的。是，所以
中辽铁路很大的概念就是帮助辽国在这个所谓的平均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很重要。我举几个数据给大家听哈。其实在这个辽国的吉尼指数哈，过去20年从0.311升到0.364，它上升的吉尼指数很高，代表吉尼指数越高，代表它是分配越不平均所得越不平均，就是富的越富啦，穷的越穷。偏偏我们看辽国的贫穷人数是下降的它的贫穷的人口数大概是46%降到23%，我们讲低度贫穷的46%